小猫，你可以吃芝士汉堡。为什么万代光图里面看着这么威武雄壮，到我手里却这么……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哎，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是奥特曼布莱泽里面的怪兽，不对，应该说是富奥，也不对，应该说是载具，对，应该说是载具。布莱泽里面他们不怎么玩飞机，就喜欢搞这种载具，人形的或者说是兽形的，叫阿斯加龙嘛。盒子很厚很大，毕竟像这种兽形的肯定是比人形的要大了很多。然后呢，这是开橱窗设计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通贩嘛。但即便它只是一个通贩，也是卖的很贵，高达税前9000。但是呢，它出货第一天就跌到了4张，然后呢又过了没几天又跌到3张，现在呢全新的还是2张多。它也不存在什么质量很差啦，又是什么长得丑啦、冷门了什么的情况，所以说跌得这么狠，只是奥系通贩首批跌得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毕竟货量太大了嘛。刚才看着和罐头比呢是没有这么雄伟，却显得很唐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因为罐头你会发现它永远都是架着胳膊，并没有放下来，因为它的小臂太细太短，然后呢这个肩膀大臂又太粗，所以说显得比例极其的不协调。然后看到它浑身这么复杂的机甲细节，还有这个分色，就应该能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通贩就敢卖税前9000。当然最终的原因还是最近 SRF 长得确实是很猛嘛，不过它的浑身看起来也太塑料了吧。体型比较大嘛，所以说重量也比较重，有的足足150克。荧光效果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睛是透明件，所以说可以荧光。然后胸口还有胯部这些橙色的隐印呢，也是可以荧光的。然而这四周上的应该都是橙色，这个荧光效果就很差。就算只看主体的话，我感觉这个阿斯加龙也是在奥系里面是最值得买的一个 SRF 了。更何况它后续还有替换配件包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尾巴上有这么5个的导弹舱，可以直接打开。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头还有这一个储存舱是一个颜色的，也就是一体的零件嘛，也没有做分色。这两个呢，我是做成了红色的分色作为对比参照，我们可以发现还是做成红色之后呢，效果是更好一些。你看对比效果非常的明显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下分色的，不然的话别人看到了还看不出来这里是个导弹呢。身上做了很多机械的细节嘛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在高达里面很常见嘛，一般大家都喜欢叫它液压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有联动的，它身上所有的液压杆呢都是做成了金属银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呢动大了就会脱出，所以说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当然和导弹一样，如果说你觉得单纯的银色太单调的话，也可以给它做一个额外的分色嘛，会好看一些。然后嘴部张开呢就是一个炮有替换件，胸口这里也是可以拿下来替换的。只不过浑身其他的机构呢就全都是装饰了，是一体的零件做了涂装分色，并没有做出来什么联动的机构或者是可以替换什么的。所以说它定价贵，但奈何呢现在降的是真惨呀，一个全新的2张多。所以玩具本身的设计呢，我是没什么意见的，感觉没什么缺点。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它皮套的锅嘛。我们可以看到眼睛虽然说很凶，但是因为画风的问题比较可爱。但是呢，它这浑身的分色可以看到有白色的隐印，还有白色的分界。这些白色呢实在是做的太廉价了，根本不像是一个高科技的战争机器。这个时候白色恶魔就有意见了，不过先请你坐下。主要还是在于它浑身都是冷冷的钢铁发色的话，它这白色的实在是过于突兀了。但是你说它是钢铁之躯吧，它这浑身装甲下面这很明显就是底衣皮套的那种效果嘛，毕竟是真人演员穿上的，并不是什么 CG 合成什么的。所以一个冷兵器钢铁之躯，你浑身搞的都是皮套样式的底衣，你这太出戏了。而且这底衣是一点金属感觉都没有啊，还是那种特别塑料的感觉，还不如皮衣的质感呢。别忘了阿斯加龙这玩意儿是可以突破大气层的呀，你这浑身弄一套身皮套的话，这耐烧吗？就算我不是一个科幻迷，看到这样的设计呢，我也是根本接受不了。所以这事儿你就别问了，问就是99级它的黑科技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皮套上面的装甲吧，可以看到这2根天线呢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你看我的已经白痕了，随时可能会断掉，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看一下开龙脊、大龙背，这装甲细节很多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它后续有很多的配件包嘛，所以说这里肯定要设计的复杂一些。它浑身这些散热孔呢都是搞了一个橙色的边，至于橙色够不够科技呢？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肩甲吧。很明显这2个呢是不能打开的，整个肩甲都是一体的零件。然后肩甲这一块呢是浑身少有的金属色的涂装，真的感觉身上的所有金属色涂装加一起呢，还不如液压杆的银色多呢。你看这散热孔里面也不是金属色，要是真的需要散热的时候，这些直接给你烧穿了，就不再是散热孔了，直接变成散热的洞了。真的可惜了这浑身的机械结构的设计，做的再好看有啥用啊？全都让这皮套的效果以及这个塑料的分色给耽误了。不过还好，因为它的浑身的分件做的特别多，所以说呢这个展现的效果更好，而且分色呢也没有翻车的地方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涂装问题，所以这个玩具就有了一个很高的下限。所以和其他的 SRF 奥系比呢，主要还是在于它分件分色做的更多，而且呢也没什么翻车的地方，体型又大，玩法又多。只不过承重全靠这么几个螺丝来固定住的话，真的承受得住吗？
然后我们看一下可动，首先耳机这里呢是有让位的，然后呢嘴巴是可以张这么大，脖子的可动还算是灵活，头部的摆动幅度也很好，胳膊的平台能够达到接近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有平转，曲轴是能够达到90度左右，手腕的可动比较差，胸部向前幅度一般，向后基本上没有，转动没问题。我们可以发现，因为它的机械感的设计嘛，所以说没有像其他的皮套怪兽一样呢是有浑身的防穿帮的，它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防穿帮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没防穿帮的嘛，所以说呢它的下拉关节拉的幅度还很大。那侧踢的话，能够达到接近60度。底下呢就是它身上少有的防穿帮关节，也是挺大的。前踢45度左右，后踢能够达到30度以上。大腿根有平转，屈膝能够达到接近90度。脚腕向内接地性不错，向外基本上没有。尾巴可以看到分成1、2、3、4、5节，可动呢也是不错的。其实浑身的阻尼感对于奥系来说已经是很好了。他们都说这一个胯部松，其实呢松是略松一些的手感，但是呢完全不影响撑得住，毕竟它上半身确实是比较重一些嘛。替换手型是有3对，首先是物质防身手，然后就是这个大张开手，还有这一个龙爪手。然后就是一开始说的替换胸部嘛，替换的不是武器，是替换成了驾驶舱。然后他没有给自己的武器，也没有捆绑给布莱泽的武器配件。他最后的配件呢，就是4对这个眼睛替换件，还有一个冒蓝火的加特林。我的评价是，你不如给一个蓝色的透明特效键直接插上面得了，弄这个好看吗？而这4对眼睛分别是眯眼笑、晕、红眼，还有这个严肃的眼。替换的时候还挺麻烦的，因为他的眼睛太小了，要按住防止它飞走，把它拿下来再换成一个新的安上。安的时候特别难对准，还要防止另外一边掉下来。盖回去固定的时候也是很容易把两边给碰掉。总之不看 KO 的话，无论是从把玩玩法还是从价格上，这一个绝对是奥系里面最顶尖的。